大家好，歡迎收睇 GNG 生活日常。我哋今日咧去睇一個展覽，叫做《光影邊緣：香港電影的臥底世界》。展覽嘅主題咧係圍繞住港產警匪片裏面經常運用到嘅一個橋段，就係臥底啦。相信主辦方咧喺選擇場地嘅時候咧，都想盡量配合呢一個主題，所以地點咧就選擇咗中環大館一座警察總部大樓。呢個展覽咧係用咗電影美術去介紹8套有臥底元素嘅電影，並且係重現咗幾個經典嘅場面。一入門口咧就係一個巨型嘅 video wall， 但係咧好似有啲太近啦。展覽嘅第一部分呢，我相信係一個警局嘅戰鬥房，佢放滿咗調查嘅資料，例如一啲剪報啦、檔案啦、錄影帶等等。最搶眼嘅咧，應該係幾個報告板啦。佢佈置到咧，好似喺度查緊案咁樣，一定係將所有嘅相同埋剪報咧釘晒喺個報告板上面，同埋畫出一啲人物關係圖。呢個咧一睇就知道係2007年嘅電影《門徒》。劉德華咧喺《門徒》裏面咧係做一個毒梟嘅角色，做得都幾入型入格噶。最經典嘅場面咧，當然就係食魚子醬嗰陣時咧，鬧個侍應，同我拎走個榜去。可惜咧，劉華喺金像獎裏面咧攞嘅只係最佳男配角，因為原來咧吳彥祖先至係主角喎，佢就係嗰個臥底嘅角色啦。呢個咧係1999年嘅電影《龍在邊緣》。古天樂咧係飾演黃志成，因為咧喺警察學堂受訓期間咧成績出眾，所以未畢業咧已經派去社團紅興嗰度做臥底。而劉華咧就係飾演黑社會大佬飛龍。呢一套咧可能大家會比較陌生啊，係1992年嘅電影《辣手神探》。周潤發咧係飾演神探嘅角色嘅，毛舜筠就飾演重案組督察，係周潤發嘅女朋友。而陳欣健呢就係飾演總警司，就係周潤發嘅上司。黃秋生呢當年好年輕啊，係新崛起軍火集團嘅頭目。而飾演臥底嘅呢就係梁朝偉啦。原來梁朝偉呢喺無間道之前呢已經好有臥底經驗，佢係負責潛伏喺關海山身邊呢做佢嘅左右手。見到張家輝咧，就知道呢一套係比較新嘅電影《掃毒》，喺2013年上映。故事係講述劉青雲啦、古天樂啦同埋張家輝咧係自小一齊長大嘅好兄弟，一齊考入咗警隊毒品調查科。當中咧，古天樂已經係潛伏咗喺毒販集團裏面做臥底好耐噶啦，所以咧係極度煩躁。於是咧，劉青雲、張家輝咧就決定同古天樂一齊遠赴泰國咧去捉呢個大毒梟。盡早咧幫古天樂完成任務咧得以解脫，結果咧係全部死剩古天樂一個嘅，而盧海鵬咧就係大毒梟嘅最終 boss 啦。呢一個應該係一啲偷聽用嘅儀器。參觀者咧最好唔好搞啲道具啦吓。摩斯密碼咧喺無間道之中咧有住非常重要嘅應用。呢一套咧可能大家有少少陌生啊，係1987年嘅電影《龍虎風雲》。當年導演林嶺東咧拍咗一系列嘅風雲電影，包括《龍虎風雲》啦、《監獄風雲》同埋《學校風雲》。咁我諗《監獄風雲》應該係大家最熟悉嗰一套啦。而喺《龍虎風雲》裏面咧飾演臥底嘅咧就係周潤發，講述佢打算做最後一次臥底，收山之前嘅啲恩怨情仇等等。無間道咧可以話係臥底電影嘅經典啊！最出名嘅對白咧，當然就係我係警察，邊個知啊？當然亦都唔少得3年又3年，3年又3年啦，係咪？無間道咧喺2002年上映嘅，唔知呢個年代嘅年輕人有冇睇過？咁如果冇睇過咧，應該要睇一下啦，因為真係好好睇。片中梁朝偉咧係警察派入黑幫嘅臥底。而劉德華咧就係黑幫派入警隊裏面嘅臥底，呢一個咧喺當年嚟講咧都係一個幾新嘅橋段嚟噶。而梁朝偉嘅臥底身份咧，因為被高度保密，
最後保密到咧所有知情人士都死 Q 晒，所以冇辦法做翻警察過正常嘅生活。呢一個就係所謂嘅無間道啦。曾志偉係飾演黑幫大佬。邊緣人呢係1981年新浪潮電影，可以話係臥底片嘅先鋒。臥底呢就係由艾迪主演嘅阿潮，啱啱喺學堂畢業。由於呢警方認為佢生面口啊，所以派佢入黑社會嗰度做臥底。值得一提嘅呢就係電影裏面呢包含咗好多當年九龍城寨、果欄啦同埋廉租屋等等嘅真實場景，所以如果想回顧70、80年代嘅香港呢，都可以睇一睇呢一套電影。在場呢係播放住老牌演員陳欣健嘅訪問片段，有一啲年輕嘅觀眾呢可能唔係好識佢啊。其實陳欣健呢喺1976年之前呢係做過警察嘅，而職級呢更加係去到警司嘅級別。呢一種履歷呢喺圈中呢都幾罕有嘅。訪問片段呢亦都包括一啲真實嘅前臥底警員，同埋訓練臥底嘅前教官。佢哋話呢喺電影裏面嘅臥底呢好似都冇受過訓練就已經要上場啦。其實就並唔係咁樣嘅，可能只不過電影呢冇特別着墨去講。基本上呢，臥底佢哋都係有特訓嘅，甚至乎有一啲呢係被送去英國嗰度受訓。至於喺學堂期間已經被招募做臥底呢，更加係唔可能嘅，因為唔肯定嗰啲新卒呢能唔能夠應變啦，同埋面對壓力嘅時候嗰個心理質素。所以一般嚟講呢，都係起用一啲經歷過實戰同埋考驗嘅人。一睇到張國榮呢，就知道呢一套係1987年嘅《英雄本色2》。狄龍呢係飾演已經退出咗江湖嘅豪哥，經典嘅對白呢，當然就係話我冇做大佬好耐啦。張國榮係飾演佢細佬宋子傑，佢就係臥底嘅角色。而豪哥呢，當時本來係喺獄中服緊刑，但係為咗保護佢細佬呢，不得不假釋出獄去做警方嘅線人。可惜佢細佬呢，最後喺偷取犯罪證據嘅時候中槍身亡。呢一個呢係無間道嘅經典場面，梁朝偉飾演陳永仁，佢用咗一隻打咗石膏嘅手喺窗邊打摩斯密碼俾黃 Sir， 參觀者可以插隻手落去嗰個石膏嗰度扮陳永仁，但好多人唔記得呢，將個手指公喺嗰個窿嗰度穿翻出嚟。呢啲美金呢都好象真，點解唔使寫嗰個 specimen 嗰個字眼嘅？唔知呢一啲總理大合照係真定係假嘅呢？原來房嘅另一邊呢，就係模擬警方監控指揮室，大家可以坐入去扮警察嘅。呢度有個保安啊，我相信係真係保安嚟嘅，因為在場呢有一啲似乎係真嘅儀器。旁邊呢間房呢係一個犯罪分子嘅巢穴。有啲儲存缸啦，有量重嘅磅啦，同埋一啲賬簿等等。唔知點解有咁多錄影帶嘅《三國演義》超字版，有冇人話俾我知係咩嚟嘅？又好似唔係鹹片喎。佢有一幕呢係模擬被警方包圍並且開火嘅場景。以前未有電腦去印巨型海報嘅時候呢，戲院嘅海報呢係人手畫嘅。呢一啲呢應該就係模擬嗰陣時嘅畫風啦。呢度呢係重現咗無間道陳永仁見心理學家嘅場景。參觀者呢係可以瞓上去扮陳永仁嘅，另一個呢就可以扮陳慧琳咯。留意呢，心理學家辦公時間呢係玩接龍嘅。呢個場景呢係重現《辣手神探》裏面雲內大茶樓嘅大戰場面，裏面所有嘅台啦，同埋部分嘅雀籠呢
都係喺空中反台嘅狀態嘅。呢個係重演電影嘅拍攝場地，大家可以坐喺呢個導演凳上面咧扮導演啦。而呢一個咧就係重現掃毒嘅飛車場面。哇！真係好仔細，好像真，果然係電影美術啊！呢一個係無間道嘅 storyboard。呢幾個呢就係電影嘅劇本，最左邊呢係最新2013年嘅電影《掃毒》。唔知係咪飛紙仔呢？所以係用手寫。所謂飛紙仔呢，就係開拍嘅時候呢，仍然都係未有完整嘅劇本嘅。編劇呢係要喺當場呢一邊寫一邊拍嘅。喺80、90年代呢都幾常見嘅。但係呢，掃毒應該係過咗嗰段電影黃金時期噶啦。中間呢係2002年嘅無間道劇本，反而呢係用電腦打喎。佢寫住呢一個係第5版嘅劇本啦。我哋見到咧，上面有一啲當場更改嘅手稿。最右邊咧係最舊嘅英雄本色劇本，好得意啊，好似一本數簿咁樣，有一啲格式喺上面嘅。全盛時期咧，港產片係可以賣埠到去全球嘅。呢一個咧就係重現門徒最經典場面嘅道具，就係嗰個魚子醬磅啦。可惜咧，呢一個其實並唔係電影裏面嗰一個嚟嘅。呢度點解會有個電話亭呢？其實佢就係《英雄本色2》張國榮飾演嘅宋子傑。佢喺中槍之後臨死一刻打電話俾啱啱生完 BB 嘅老婆，問佢究竟係生男定係生女。大家影相嘅時候咧，好似冇乜跟劇情喎。在場喺度播放緊監製徐克嘅訪問，佢解釋咧點解《英雄本色》嘅英文劇名叫做 A Better Tomorrow。在場咧都有一啲紀念品供售賣嘅。呢個展覽咧都幾值得睇，展覽期咧係去到2025年嘅10月5號，入場費係25蚊，週末咧都幾多人嘅。我哋係星期六當日去啦。就算預早買咗飛咧，都要排20分鐘隊先至正式入到場。大家咧要留意翻啦。展覽嘅介紹咧就到呢一度啦。如果大家中意呢條片嘅話，歡迎讚好訂閱。多謝大家收睇，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